1529年，沃尔西主教被罢免2个月后，安妮和舅舅诺夫公爵打算把沃尔西向北流放，远离国王。托马斯·克伦威尔依然为阻止流放主教而奔波。国王虽然不堪其扰，但也没有拒绝托马斯的屡次求见，只是每次都坚决拒绝赦免沃尔西主教。主教日益孱弱多病，卧床不起。托马斯经常来看他，给予支持和安慰。主教的床下出生了一窝小黑猫，他认为这是自己命不久矣的征兆。托马斯则安慰他，新生命是代表希望的，现在还可以利用那些主教名下的土地来换取一个活命的机会，绝不能去北方，那里不仅气候寒冷，而且缺医少药。对于养尊处优多年，现在又年迈衰弱的主教来说，这一路的舟车劳顿，加上北方糟糕的生活条件，才是真的必死无疑了。儿子回来了，许久不见的两人关系有些生疏。儿子举手投足都谨小慎微，他对父亲讲起在学校的事儿。同学们嘲笑他的狗不纯，含沙射影他出身低微。父亲安慰他，强大的人不依靠出身。妻子去世后，妻子的姐姐乔安就一直在照顾托马斯，两人也无话不谈。托马斯问乔安自己是不是对儿子太严厉，所以儿子对自己不亲近。乔安安慰道，看得出他很爱儿子。托马斯顺口问起乔安为何不和丈夫生养几个孩子，乔安提起丈夫便一脸的厌恶，匆匆结束了话题离去。这让托马斯对自己唐突提问感到很尴尬。托马斯再次来看主教，但主教越发虚弱了。为了让主教过得舒服一些，托马斯决定找亨利八世要一笔钱。他装着一包资料出现在皇宫里。亨利八世被突然找上门来翻旧账的商人纠缠，一看到托马斯马上说，这个案子本是沃尔西主教担任大法官时的旧案，现在材料卷宗都不在了，根本没办法裁决。托马斯则拍着包说，材料自己都带着，这可将了亨利一军。当年被政府扣押的那艘船上的财物价值不菲，如果按价赔偿，将是很大一笔钱。亨利八世意识到这是托马斯变相在为主教要的钱，他屏退所有人，悄悄告诉托马斯，自己最多可以给老沃尔西1000英镑的抚慰金，这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虽然他非常同情主教，但他绝不可能改变决定。亨利八世对沃尔西主教的撤职流放，是对罗马教廷的示威，是杀鸡儆猴，表达自己离婚的决心。所以沃尔西主教的处境根本不可能有丝毫改变的余地。繁花落尽后，曲终人散时，沃尔西主教最终不得不启程前往北方的约克，手头有了一些盘缠，心里也得了一些慰藉。托马斯事无巨细地安排着临行前的每一个细节。主教为托马斯祈祷后，送给他一份临别礼物，嘱咐托马斯等自己走后再看。回到家中，托马斯依然不放心地嘱咐着有可能遗漏的每一件事儿，直到2个孩子在旁提醒他该放手了。是啊，主教已经离开了，前往那遥远寒冷的北方。他们相识，同为出身低微的惺惺相惜；他们相伴，成为互相信任的忘年之交。为报答主教的知遇之恩，他选择患难与共，不离不弃地奔走呼唤，最终还是无力回天，从此天各一方。今生不知是否还有缘再见，在某个阳光明媚的午后，一起玩玩牌，喝喝茶。托马斯把礼物放进了他珍藏的小匣子里，一同放在里面的还有妻女的遗物。随后，托马斯上门拜访了新任大法官莫尔，两人似乎并没有为上一次晚餐的不愉快而心生芥蒂。两人在花园闲聊散步，正遇上了老熟人，老主教曾经的秘书加德纳，和他一起的还有莫尔的儿子。这孩子看起来智力有问题。加德纳见到老熟人依然不忘冷嘲热讽，并顺口把莫尔的智障儿子也嘲讽了一遍。午餐桌上，
莫尔提起有人在德国见到英文版圣经的翻译者廷戴尔，自己很想找机会收拾他一下，因为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，他无法接受一个自以为是的家伙把圣经翻译成英文，这是对圣经的亵渎。托马斯不想透露自己看过英文版圣经，因此用惊讶的口吻反问了回去。这场充满陷阱的聊天，托马斯镇定地一一绕过，让莫尔始终无法抓到什么口实。莫尔的妻子问起托马斯为何不续弦，托马斯表示没人愿意嫁给自己。这时，莫尔忍无可忍地在餐桌上大声呵斥妻子喝多了。午餐后，托马斯和加德纳一起进宫。加德纳毫不忌讳地说起莫尔的私事。托马斯问他是不是每个人的身边都有他的耳目。加德纳马上顾左右而言他。皇宫里的一角，托马斯等着安妮的传唤。安妮的姐姐玛丽一脸委屈地走过，她发现了托马斯，马上走过来寒暄。她警告托马斯，安妮正在发火，因为她成为王后的事儿迟迟不能如愿，所以脾气暴躁。不过，无论成为王后之路如何困难，安妮也绝不会接受做个情妇，因为自己这个例子已经说明，一旦轻易委身，那么亨利就会很快厌倦。现在自己待在安妮身边受尽委屈，家人都把自己看成废物累赘。托马斯安慰他，那就尽快让家人找个顺眼的年轻人嫁了。玛丽却坦言，自己更希望找一个让家里人难受的，比如眼前的这位有钱也有头脑的官夫。托马斯充满同情地把事实告诉他，他的家人是不会同意的。玛丽不傻，她也知道两人之间绝无可能，自己不过是一时冲动罢了。于是他告诉托马斯，安妮现在有求于托马斯，所以会好言相待，但最好拒绝他，别趟这趟浑水。说完，玛丽转身离去。来到安妮面前，女人先介绍了神学博士克兰麦。此人支持宗教改革，也拥护安妮登上王后之位，为亨利离婚出谋划策。在不久的将来，他会成为英国脱离罗马教廷的推手，并就此登上坎特伯雷大主教和圣公会第一任主教的高位。第二件事儿，也是最重要的是，安妮在床上发现了一张带有诅咒的图画，画中的自己身首异处。她希望托马斯帮自己调查这个谣言的出处，因为他听说沃尔西主教之所以器重他，正是因为他善于了解各种谣言和小道消息。托马斯一脸的拒绝，他不承认自己擅长这个，而且玛丽的话犹存耳边。但安妮坚定地告诉托马斯，无论如何自己一定会登上王后的位置，毋庸置疑。她的美貌，她的手腕，她的决心，她的家族，甚至她能让亨利把发妻送上法庭，能把忠诚的沃尔西主教流放，她志在必得。试问现在的后宫有谁能取而代之？托马斯接过了那张诽谤的纸片，这时候不与他结盟就是傻。说巧不巧，托马斯和克兰麦出门右转就碰见了发现这张纸片的侍女，她名为简·西摩，是落魄贵族约翰·西摩的女儿，家住在狼厅。狼厅是西摩家族在英国西南部威尔特郡布尔贝奇的庄园名字，本片也以此命名。简是一个温柔机敏的女人，她声称自己不知道关于纸片的更多信息。托马斯自知问不出什么，所以只是把自己和克兰麦简单的介绍给他，就告辞了。谁也不曾想到，这个其貌不扬的女子将会成为继安妮后亨利八世的第三任妻子，而且是唯一诞下男婴、被亨利唯一承认的妻子。最后，亨利八世也将与她合葬在一起，这是后话了。两人离开后，来到马圈牵马。托马斯问起安妮的舅舅诺夫公爵最近如何，克兰麦告诉托马斯，公爵很生气，因为他听说艾尔西主教路过绍斯威尔时，民众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围观，弄得街头人声鼎沸，像迎接一个凯旋者一样。这样的消息如果传到亨利耳朵里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托马斯神色沉重。这个克兰麦对托马斯倒是推心置腹，无话不谈，看起来也是一个有意相交的。亡妻的姐姐乔安似乎对这个国王的新欢很感兴趣，问起安妮的种种。托马斯答非所问地敷衍着，却引来了乔安忽然的一个吻。看着大姨羞涩地跑开，托马斯一脸的愕然。托马斯很快就见到了老主教的秘书乔治。
乔治是带主教的口信给托马斯，希望托马斯能够继续跟随他。乔治兴奋地告诉托马斯，老主教在回约克的路上受到民众欢迎，这又让沃尔西主教精神焕发，现在兴致勃勃地开始联合北方各个区的主教和教士们会面。托马斯担心地问，有没有得到亨利的授权？显然答案是否定的。托马斯婉转地拒绝了沃尔西主教的召唤，他告诉乔治自己不能离开，只有待在朝廷里才能确保没有人能伤害主教，同时想办法让主教重新官复原职。托马斯也确实没事就往皇宫里跑，抱着一堆资料站着看亨利射箭，顺便听着诺福克公爵嚼舌根。公爵兴致勃勃地谈论国王遇刺坠马的事儿，托马斯刚插嘴就被公爵嫌弃并大声嘲笑。国王并不在意托马斯的出身，他需要的是一个又有才干又能忠心效忠的人。托马斯正是这种人，而且托马斯的剑术也令人刮目相看。同时，亨利对托马斯的平民生活也颇感兴趣，甚至提出要微服私访，跟着托马斯去体验体验，这让托马斯哭笑不得。亨利对托马斯的另眼相待，让一众公爵贵族心生不满。射完箭，亨利让托马斯陪自己散步，聊起沃尔西主教曾说起托马斯曾负责核查修道院的账目。托马斯直言道，教堂的修士们随意的贪污，过着腐败糜烂的生活，收养穷人的孩子和孤儿当成奴仆驱使，年年给罗马教廷上缴税贡。教会对这些腐败只字不提，还要歌功颂德的往自己脸上贴金，这一切应该被改一改了。亨利抱怨，法国国王弗朗索瓦都比自己有钱，想收税就收税，自己还得先获得议会通过。托马斯直言，弗朗索瓦一世喜欢打仗胜过贸易，如果大兴贸易将会很容易增加税收，而且自己有方法可以解决教会的问题。亨利一听大喜，马上授权托马斯去着手此事。但首先是安妮的事儿。亨利表示自己已经等不下去了，因为安妮开始威胁要另嫁他人。看着亨利一脸的无助，托马斯表示无语。深夜的敲门声震耳欲聋，全家都被吵醒了。国王的深夜召见令让所有人以为是要抓人了。托马斯安慰着大家不会有事儿，自己赶紧更衣前去。亨利惊魂未定地说自己做了一个噩梦，死去的哥哥浑身笼罩着白雾来见自己，面容悲伤，似乎是在埋怨自己抢了王位，也抢了他的妻子。托马斯告诉亨利，亚瑟王的墓碑上刻着一朝为王，永世为王，言下之意是真正的国王不仅仅是要守住王位，还要把王位世代传下去。如果亨利的兄长在梦里现身，面露责备，那他不是在责备弟弟亨利抢走这一切，而是在警告亨利，既然坐上了曾属于他的王位，就要认真地履行王位带来的诸项责任，成为他想成为的国王才对得起他。但亨利反问道，为何自己都当了20年的国王了，他才来托这样的梦？托马斯机智地表示，因为现在是一个重要的时刻，是作为国王必须坚强不屈的时刻。对于这一点，可以去问问安妮。国王恍然大悟，马上说，确实，安妮说过不要向罗马教廷屈服。托马斯肯定地说，所以这个梦是他们对亨利的支持。这一下，亨利八世被托马斯这一顿化腐朽为力量的解释说得豁然开朗。而且他也暗下决定要对托马斯委以重任。离开皇宫，托马斯把今晚自己精彩的应变告诉儿子们，然后请克兰麦把今天自己的顺水人情带给安妮。回到家，一直忐忑不安的乔安看着托马斯平安回来，才放下心来，流着泪诉说自己的担心。昏黄的灯光下，这个和亡妻异母同胞的女人的脸庞和妻子是何曾相似？托马斯情不自禁地吻了上去。清晨的阳光中，托马斯独自在床上醒来，心情大好，哼着小调和孩子们聊起自己在意大利的趣事。当他回到屋里时，却看到沃尔西主教的秘书乔治正在屋里。一种不祥的预感浮上心头。乔治说，那天黄昏，主教正在晚餐，哈里·珀西带着人闯了进来，要以叛国罪拘捕主教。主教虽然拒绝，但势单力薄，无法抵抗。
两人被押着一路往南。主教判断哈里珀西是安妮曾经的情人，这可能是安妮的擅自主张，所以他以绝食抗议。接着，伦敦塔的治安官威廉金斯顿亲自来押解主教，这令主教彻底绝望了，因为能够派遣伦敦塔治安官的只能是国王亨利八世。这时，主教开始口吐鲜血，这是被人下毒的征兆。主教直到咽气时都在呼唤托马斯。He's coming, my lord. Where is he? You know Cromwell, my lord. If he says he'll come, he'll be here. "他死后，那些人用一口纸糊的棺材草草掩埋了他。A coffin of plain boards. 甚至下葬时还不忘嘲笑他的出身，这一切让托马斯心碎不已。他无法接受亦师亦友的沃尔西主教落得如此下场，而这些人还不肯罢休。他们把侮辱沃尔西主教的戏剧搬进了宫廷，一群公爵贵族簇拥着国王和安妮，欢乐地欣赏着这一出丑剧。他默默地记下这4个人：国王的侍从弗朗西斯·韦斯顿、威尔·布里尔顿、哈里·诺里斯以及安妮的弟弟乔治·柏林。很快，托马斯宣誓成为皇家枢密院的一员，成为可以左右英国政坛的权臣。他回到家，戴上了主教送给他的礼物——一枚松绿石戒指。从此时起，托马斯将开启一场由自己亲手操控的变革，同时也是为沃尔西主教复仇的开始。There's no need to trouble God, George. I'll take it in hand. 好的，狼听第2集就介绍到这里。亨利八世是都铎王朝的第2个国王，他在位期间娶了6个妻子，宣布婚姻无效的2个，砍了2个妻子的头，产乳热死了1个，最后一任娶了一个富有的寡妇，为他送终后再次成为寡妇。他一心想要把王位继承给儿子，最后却留给了一个9岁的幼子，而且未满16岁就夭折了。他和第1任的女儿玛丽都铎、第2任的女儿伊丽莎白都先后登上了王位，可惜他们都没有后代，所以在他的这3个子女死后，都铎王朝便宣告结束。亨利八世苦心筹谋一场，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，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呢。谢谢大家光临露天电影院，欢迎大家点赞关注，并在留言区与我们交流互动，我们下集见。